已知明年就要发动灭国大战，如果你是皇帝，那么今年你要做些什么呢？在五胡十六国时代，前秦和东晋之间就曾经爆发了一场南北终极大战——淝水之战。大战爆发之前，在南方一直面和心不和的东晋朝廷，终于在灭国危机前团结了起来；而在北方，强大且恢宏的前秦，却在出发统一天下之前，深陷于种种泥潭之中，并没有干什么正经营生。甚至我们可以粗暴地将整个前秦中央的工作高度概括为两件事：造反、分家。公元378年，建元14年7月，前秦正在长江上游争夺东晋的襄阳，双方打的是难解难分，战斗正酣。而在此时，前秦的兖州刺史彭超却发现了襄阳以外的战机。他上奏天王苻坚说，东晋的沛郡太守戴禄如今只派了数千士卒镇守彭城，整个徐州方面的防守非常的薄弱，故此臣请率精锐5万进攻彭城，希望陛下一并派遣其他众将征讨淮南诸城。倘若淮南地区能够拿下，那么襄阳的战事一旦有了结果，大秦就可以东西两道一体推进，到时候建康简直就是探囊取物，唾手可得。彭超的这封奏报可谓是正中苻坚下怀。苻坚本就想着凭借兵多钱多，早点南下灭晋，早点实现天下一统的宏伟梦想，因此他随即任命彭超为都督东讨诸军事，重点进攻彭城，命后将军居南率领步骑兵7万扑向淮阴和盱眙。8月，秦军大军正式发动，数道并发，猛攻淮南。秦军进军颇为神速，东晋方面一时还没有闹清楚前秦的意图，秦军就已经彻底包围了彭城，把带路死死地困在城中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自古彭城列九州，龙登虎斗几千秋。彭城是淮南的第一要隘，兼顾水陆，南面俯瞰江淮，左右控制多个流域，而且在战略上与建康互为表里。在两晋南北朝和后世所有的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下，此处对于南北双方的盛衰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作用。所以眼见前秦包围了彭城，东晋方面当然不能坐视不管，因此东晋急令建武将军、兖州刺史兼江北诸州诸军事的谢玄，率领他麾下的北府军前去驰援解救彭城。也正是在此时，那支赫赫威名、改变两晋16国历史的北府军终于站到了时代的浪潮之前。谢玄率兵出发之后，刚刚行进至泗口附近，便遭到了秦军的突然阻击。在秦军猛烈的进攻之下，谢玄意识到彭城估计是保不住了。所谓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；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。在眼前这个局势之下，再单纯的计较彭城的得失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。因此谢玄便决定放弃城池，转而将接出彭城驻军并安全退守淮南作为此战的第一目标。而前秦方面的彭超也不是吃素的，他基本上估计到了谢玄的意图，猜出晋军大概率会撤出彭城，因此他对彭城的防范极为严格，致使谢玄的信使根本就送不进去。既然常规的战术方法已经无能为力了，那就使诈。前秦围攻彭城之时，彭超把大军的辎重全部都放在了刘城，也就是江苏沛县的东南方向。谢玄掌握这个消息之后，先玩了一手围魏救赵，命令侧翼部队何谦之猛攻刘城。彭超见状，不得不又分出兵力去保护辎重。可是当秦军从彭城离开之后，谢玄旋即再打出一张声东击西，命令何谦之突然中途转向，直扑防守薄弱的彭城，顺利与城中的带路部队会合，并顺利撤退，与谢玄会师于泗口大营。等到彭超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东晋早就撤退转移了。虽然他最终也夺得了彭城，但几乎没有消灭敌有生力量，也没有什么战利品，算是打了半个胜仗。北府兵出击的第一战以顺利救出友军，避免正面开战而告终。但谢玄的胜利不代表东晋的胜利，其他几路淮南的大军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前秦的重挫。例如前秦的第2路居南进展颇为顺利，他先是顺利攻克了淮阴城，升服了东晋建威将军、高密内史毛藻之，然后又挥师南移，与彭超主力会合，进而两路大军再合力向盱眙方向挺进。所以东晋方面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威胁，淮南战场的危机始终是没有缓解。到了公元379年5月，前秦方面继续进攻，彭超总兵6万在三阿附近包围了东晋幽州刺史田洛。当初彭城被包围，就已经急得东晋朝廷团团转了，这下又包围了距离江防重镇广陵仅100余里的三阿，东晋朝野更是震恐。
整个长江下游全部进入1等戒备，首都健康进入战时状态，时刻防止胡人过江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东晋主持国政的陆尚书事谢安急调其弟谢石统领水师进屯途中，再加右卫将军毛安之、游击将军王谭之、淮南太守杨广、宣城内史邱准等，率领所部3万余人进屯唐邑。尽管以谢安为首的东晋朝廷对战事紧密的关注，尽管已经分出多路兵去阻击敌人，但前秦还是以2万精骑兵击穿了唐邑防线。毛安之不战自惊，诸军纷纷溃散，东晋的江防态势更加恶化。到此为止，谢安无可奈何，不得不再次启用谢玄和他的北府兵。谢玄受命之后，再次带着麾下精锐驰援三阿战场。当北府兵进刺到白马塘的时候，便遭到了居南部下将领都延的拦击。如果说救援彭城，北府军展现出的是计谋，那么此战展现的就是北府军的骁勇。虽然史料的记载并不详细，只是寥寥数语，但足以窥见北府军的实力。实载唐西一战，晋军大胜，秦将都延被临阵斩杀。谢玄方面则乘胜推进，挥师进驻三阿战场，而三阿城的下一战依旧是简单的几句记载。在谢玄的反攻之下，前秦彭超和巨南2路大军同时溃败，退守盱眙。然而谢玄丝毫没有停留的迹象，他与何谦之、田洛等部会合之后，再次主动追击，又在盱眙城北6里的君川河北岸与前秦展开了一场激战。结果彭超、居南再次大败，再次被驱逐，退回至江阴区域。其实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大家心里都有底气了，但有些人天生就是军事天才。谢玄并没有着眼于将秦军驱逐出淮南，而是正在谋划一盘大棋，试图直接将此次来犯之敌全部歼灭。他先是分遣何谦之、刘牢之等将领同水军溯流而上，趁着夜色焚毁了河上的大桥，又是一把火烧尽了秦军的运粮船舰，并在混乱之中击杀守将少保，彻底将秦军的退路斩断了。随后谢玄下达总攻命令，晋军乘机4面围攻，最终此次前来征讨的6、7万秦军全军覆灭于淮南战场。统帅彭超、居南只身逃离，所有军械辎重全部丧失殆尽。谢玄获得了担任北府军统帅以来的第一次辉煌胜利，东晋从胡人过江的压力下解脱了出来，而苻坚却不得不吃下这次他在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。战后，彭超和居南都不想承担战败的责任，互相推诿，互相指责。最终，愤怒的苻坚先是把彭超下廷尉审问，彭超又惊又恨，羞愧难当之下自杀身亡。随后，苻坚又把此次一同出征的居南革除职务，剥夺待遇，贬为平民。与暴走的苻坚不一样的是，在江南主持工作的谢安依旧是那么的稳重随和。当秦军军队节节胜利一路推进的时候，整个东晋朝廷一片焦灼，各级干部都沉浸在亡国的惶恐之中。而人们的心理防线之所以没有像洪水一样崩溃，原因就在于谢安实在是太稳了。无论是淮南的军事失利，还是首都的人心惶惶，亦或是一败再败的襄阳防线，总之无论多么危机的情况，只要汇报到谢安这儿，他总是会淡然处之，不见一丝波澜，并且没有因为种种压力而在日常政务中出现一点的变形。人们望着他，似乎突然想起来40年前，当东晋朝廷刚刚艰难建立的时候，亡于桓谢之手的王导当年就是如同谢安这样为政清静。然而当东晋逐渐在前秦的压力下拧成一根绳的时候，前秦自己却出现幺蛾子了。当年发生在匈奴刘氏、截胡石氏、鲜卑慕容氏身上的宗室造反，再次降临到了他们第一人苻氏头上。20多年前，前秦刚刚建立的时候，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措施可以说是极其不完备，密谋政变是相当的多，就连苻坚本人也是政变分子之一。苻坚继位之后，重用王猛，整顿改革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。虽然一时间有所成效，但倘若没有足够的时日，这种制度也是很难巩固下去。毕竟整个五胡16国哪一家也没有事实上彻底实现了中央集权。所以对苻坚来说，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，甚至要比统一天下更为关键。我们只需要列出来一个数据，就可见其严峻程度。仅史料明确记载的以苻家宗室亲贵为核心的谋反作乱，短短20年中就有6起，达到了惊人的每3年1起。远了不说，甘露6年，前任皇帝苻生的弟弟们组团闹事儿，那个时候王猛就想玩狠活，建议将苻生诸弟全部铲除，以绝后患。苻坚却因为害怕株连太多而引起政治动荡，没有接受。
后来果然爆发了武功之乱。如今12年之后，一场再次引起动荡的福洛叛乱又爆发了。福洛是开国皇帝苻坚的哥哥的儿子，如果论世系，大家肯定是一头雾水，但如果说他的经历，大家肯定就能记起来。福洛就是当初灭亡代国的前线总指挥。事实上，福洛叛乱可以理解为前后2个阶段，是兄弟俩一起造的反。建元14年，公元378年，福洛的哥哥福仲就曾经矩阵谋反。不过那个时候他的组织不太严密，前脚闹事儿，后脚福仲就被他的长史吕光一根麻绳给绑了去，然后就送上了豪华囚车，快马加鞭的送到了苻坚那儿。本来吧，一次阴谋叛乱，人家吕光都给扑灭在萌芽状态了，苻坚也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了。但是我们的福天王有一个好，就是无论到大秦的什么地方，他都比别人善。苻坚把福仲狠狠地训斥了一番之后，竟然当场就赦免了他。赦免了还不算完，苻坚竟然在2年后继续重用福仲，任命福仲为一方都督，出镇继承。所以说啊，朋友们，苻坚最终遭到背叛，还真有自己一手酿成的原因在。另外一边，在灭代之后，福仲的弟弟福洛以及天王苻坚都发生了一点变化。苻坚考虑到福洛屡立战功，威望太大，所以主要思路是让他历任边镇，远离京师。而灭代之后，福洛觉得自己是大秦功臣，想要开府一同三司的待遇，结果被苻坚拒绝，由此满腔怒火萌发意志。这个怒火在公元380年落地了。一开始，苻坚准备继续重用那个前2年刚造反的福仲，任命他为镇北大将军，镇守蓟城。但他又考虑到他哥福洛还在合龙，兄弟俩都在一块儿，恐怕会出事儿。而且福洛长期坐镇幽州，化有泉淹，痛扼鲜卑、乌丸，遥制高句丽和百济，势力过于庞大。于是呢，苻坚在任命福仲的同一时间，又调福洛前往遥远的巴蜀为使持节、征南大将军一州牧。为防意外，苻坚还特意下旨，要求福洛接旨之后不得进京，必须由伊阙直接前往襄阳，然后溯汉水而上，去成都上任。当然了，福洛也不是傻子，他接到上旨之后，当即决定造反。他召集属下说道：“孤在皇室是至亲也，主上多年以来不以将相来委任孤，而常常把我抛弃于边野之地，这已经是令人难以容忍了。如今又再次把我调往西南边陲，而且还不让我回京述职，这其中必定有诈。我猜测主上估计已经下了计谋，会让我在上任的途中出点意外，比如直接沉船汉水之类的。至此，福洛谋反案终于爆发了。所谓造反一念起，顿觉天地宽。福洛举兵闹事儿的技艺一绝，便开始经典走流程。先是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秦王，处置百官，紧接着又派遣使者赴鲜卑、乌桓、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等国征兵。在军事部署上，福洛兵分3万，协助他哥福仲镇守蓟城，然后准备将哥俩手里的所有兵力全部归拢在一起，先南出中山、常山，进而推进并占领邺城，然后以邺城为根据地攻占关东6州。到那个时候，他就可以总关东之兵，西向夺取长安了。福洛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的时候，苻坚可谓是痛心疾首。他估计也是纳了闷了，怎么我们老苻家的叛乱就是没完没了呢？但难过归难过，仁爱归仁爱，天王继续保持着对造反者的宽容，派遣使者给福洛传话，说天下尚未统一，我们兄弟之间也没什么矛盾，你们为何而反呢？如果你愿意就此罢兵，退回合拢，朕愿意将幽州封赏给你，世世代代做你的实邑封地，这总可以了吧？但很可惜，放弃尊严的苻坚遭到了福洛的无情嘲讽。面对前来招降的使者，福洛的回答狂傲至极，说道：“你回去告诉东海王，幽州偏远狭小，容不下万圣之尊，必须得是咸阳、长安那样的地方才行。回去赶紧让东海王到潼关给孤接驾，到时候说不定孤的心情一好，还能给东海王保持爵位。”对于福洛的大言不惭，苻坚罕见地生气了一回。他命令弟弟福荣为征讨大都督，节度讨伐事宜，再派右将军都贵为先锋，统冀州兵3万，先行迎敌。左将军窦冲和步兵校尉吕光统关中步骑兵4万，配合先锋部队镇压叛军。然后又分遣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兵1万，自东来渡海，袭击合龙，准备一举摧毁福洛的大本营。福洛服众方面虽然声势浩大，总兵力达到10万有余，但是一遇到朝廷的正统力量，叛军就如鸟兽四散了。在反攻之下，福洛的军队一击即溃。福洛本人被生擒，像当年他哥一样，手铐脚镣豪华囚车800里加急送到了长安。而他的哥哥福仲在兵败之后试图逃回蓟城，
结果被吕光一路狂追，斩杀于半道。最后从山东胶东半岛出发的十月，也顺利渡海跨江，奔袭合龙，击杀了伏洛在此处设置的都督。至此，声势浩大的伏洛叛乱前后只用了3个月就烟消云散了。然而，这场叛乱的最高潮还没有到来。对于这场叛乱的罪魁祸首伏洛，苻坚竟然还是舍不得杀，居然依旧是狠狠地批判了一番，把他迁徙到了西海军，规定不许再进京，就拉倒完事儿了。可见仁爱过头的苻坚给反贼们营造了一个多么温良的造反环境，创造了多么低廉的造价成本，多么恶劣的政治生态。至此，编写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光老先生终于忍不了了，他怒斥道：“有功不赏，有罪不罚，就算尧舜禹来了都治理不好，何况是你苻坚？”苻坚每次抓获反叛都会赦免，这就使得他的臣子们从上到下都蠢蠢欲动，都对最高王位心存侥幸，而且即便是失败了也不会死。这样下去，祸乱怎么可能平息呢？所以说，朋友们，淝水之战的失败大可以放在一边，光说伏氏的内部各类的谋反，动不动就有人跳出来逐梦，这就说明宗室之中不服苻坚的人大有人在。既然宗室尚且不服，那么那些投降和俘虏来的鲜卑人、羌人，他们就会服吗？当然不服。不过苻坚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情况，于是他镇压伏洛叛乱的2个月后，采取了一项新的措施，分遣宗室亲贵统领一定数量的氐人民众，分镇各地。简单来说，氐人要分家了。建元16年，公元380年7月，苻坚以诸氐种类繁资为由，下令将关中各个郡县的皇亲国戚和氐人贵族共计15万户分散开来，由部分皇族带领，四散迁居至函谷关以东，分别镇守险要、重要、脆弱的地方。比如苻坚的儿子长乐公苻丕领氐人民众3000户，仇氏氐人酋长杨英、九宗氐人酋长齐武各领1500户，十月两党毛兴、王腾各领3000户，苻辉、苻睿各领3200户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关于苻坚的这个举措，由于现存的资料内容十分的稀少，所以也只能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王仲洛先生提出军事殖民说，认为苻坚的这个改革是在效仿当年周朝的诸侯分封制，目的是为了分封子弟并继续开疆拓土。而黄烈先生反对军事殖民说，认为苻坚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中央集权，利用氐人权贵出镇四方来镇抚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，加强统治。其实苻坚此举的出发点是比较好理解的，随着北方的统一，兴兵南下，一举灭晋，一统中华的议程已经迫在眉睫。苻坚深知灭晋非得倾国而动，御驾亲征不可。倘若在那个时候前秦的统治核心，也就是氐人权贵们祸起萧墙，则后果是不堪设想。所以解决宗室亲贵们频繁的造反和作乱，显然已经成了灭晋的前提。所以苻坚四散权贵，军事殖民，既能满足了宗室权贵们的欲望，又可以震慑四方统治，那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但是很遗憾，苻坚此举非但不能有利于他的战略目标，反而却大大的加剧了前秦国内的种种矛盾。首先，前秦境内的民族矛盾相当的复杂，征服一个地区，征服一个民族，就是这种复杂性增加一分。氐人权贵带着氐人民众浩浩荡荡的四面出击，无疑使得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受到了进一步的刺激。其次，这种四散的分封无疑是对当年王蒙改革的一种反叛。王蒙一生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，结果苻坚却一纸文件让皇室宗亲带着权力、兵力、人口去到了难以约束的地方，这几乎是当年晋武帝大封宗室而导致八王之乱的一种预演。第三，随着大部分氐人四散到了各地，使得前秦的中央及关中地区民族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作为统治阶级的氐人，拢共也就几万，但作为怀有异心的鲜卑人、羌人、汉人和西域的各部落人种，却都在10几万以上。最后，由于分镇不仅针对上层权贵，而是大量的氐人民众也要被迫迁徙，这就发生了当大家不得不抛弃家园而远赴他乡的时候，普通氐人老百姓的反应是父子兄弟之间悲嚎哀痛，酸感行人。人们不禁在内心深处猜度，当初被截胡统治活不下去的时候要奔波逃命，如今过上好日子了还要抛弃故土，那我们氐人建立的国家不就等于没建吗？你们服氏当了皇帝又不能保护我们，那不就等于没当吗？简单来说，苻坚本想用来平定上层统治集团斗争的举措，却弄巧成拙地将矛盾向下转移了，反而激化了氐族内部的阶级矛盾。不过
苻坚不是神，我们后世的人也不是。我们能一条一条的提出批判和质疑，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1700年之后，已经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苻坚此举的危害。但苻坚本人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，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政策，一定能让大秦如当年的周朝一样奠定800年基业。所以分镇敌人的命令就像是苻坚一生中签署的无数个文件一样，波澜不惊地执行了下去。而苻坚也很快就将注意力用到了更为重要的事情上，比如说到底要不要灭晋。8年前，丞相王猛在弥留之际曾经嘱托了2件事：第一，千万不要伐晋；第二，逐步剪除羌族和鲜卑慕容权贵们的势力。说完便溘然长逝。王猛的这些意见，苻坚一开始确实都接受了，可如今时过境迁，北方已经统一，襄阳和彭城也已经夺取在手，宗室殖民又很好的解决了宗室亲贵的叛乱问题，可以说整个大秦蒸蒸日上。苻坚也就在此时把王猛的告诫抛之脑后了。建元18年，公元382年冬天，苻坚召集群臣开大会，把自己独运于心了好久的打算公之于众。他说：朕自从遇疾以来，凡30年，天下四方基本大定，唯东南一域未开王化。一想到天下还没有统一，大秦的教化还不能散播于江南，朕就痛心的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前几天我去军事部门调研了一下，现在大秦可以动的精锐有97万，因此朕计划发天下兵马征讨晋朝，诸位以为如何？此话一出，立刻就有人阿谀奉承。秘书监朱仝表示：陛下仰仗天威，奉天讨伐，您嚎一嗓子，5月都得颠覆。呼吸一口，江河为之倒流。依臣看来，大秦100万大军只要出发，根本用不着打仗，东晋伪皇帝必定倒戈卸甲，以礼来降。到时候天王您就可以泰山封禅，享万古太平了。秘书监的一席话，无疑是道出了苻坚的心底的小秘密。他听完之后，非常的欣喜地说：吾之至也。然而苻坚毕竟还是太自信了，他跟秘书监的这一唱一和看起来和谐美满，但却根本没有料到狂风骤雨般的反对马上就要接踵而至了。尚书左仆射权益首倡异议，旗帜鲜明地表示：臣以为晋未可伐。当年纣王酷虐，800诸侯纷纷叛离，人心尽失。即便是这样，武王依旧小心翼翼，称纣王犹有人焉，反反复复斗了好多年，才最终发动决战。如今晋朝虽然衰微，但恰好君臣和睦，上下同心，谢安、桓冲都是江表伟才，也可以称得上是晋有人焉。所以说当前这个阶段，晋不可图。苻坚还真没有料到会有人反对，而且似乎说的还挺有道理。为此他沉默良久之后说道：诸君畅所欲言，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。随后太子左卫律石越也反对伐晋，他又补充了几条理由：一是今年的天象不好，振兴守斗牛，福德在吴而不在大秦；二是当前东晋的皇帝司马昌明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的孙子，人们或将因为思念元帝的遗爱而奋力保护他；第三，东晋外有长江之险，内无君臣矛盾，现在不好下手。他建议大秦应该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，也就是厉兵激素，以待天时。长江天险，人所共知，东晋当前非常团结也是共识。石越的言论之中，唯一一处冠冕堂皇的，就是扯出来已经死了50年的司马睿所说辞。不过联系到当时的民族关系，我们就不难理解了。石越所谓晋元帝遗爱犹在于人，实质上不过是人心思尽的另一种说法而已。毕竟石越真的打过襄阳攻坚战，真的亲眼见过襄阳军民拼命抵抗的场景。然而权益、石越的意见虽然有道理，但所谈的都是东晋方面的情况，苻坚的梦想当然也不会因为这2人的反对而罢休。所以苻坚也针锋相对地开始打辩论。作为酷爱汉家文明、知识水平极高的大儒，苻坚信手拈来说道：第一，朕听闻当年武王伐纣，逆岁犯星，天象也不好，但一样推翻了商朝。你们所谓的什么天道，过于悠远，不是我们凡人能推测的，这条不能算数。第二，当年孙权也是辟则全无，孙皓是他的亲孙子，不能说没有合法性吧。结果呢，晋武帝顺江而下，摧枯拉朽，孙皓就算是有孙权的遗爱，就算有长江之险，还不是被捉了去。第三，你们所谓的长江之险，在朕看来也不算什么险。现在朕麾下有100万大军，就算是只把马鞭投入江中，也足可以断其水流，东晋又何险以凭借呢？
可以说苻坚的辩论水平还是很高的，即便苻坚这样说，朝臣中的反对意见依旧是大多数。这场会开的是又漫长又痛苦，拖到后面久久难决。最后苻坚也生气了，他愤愤地说道：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，今天你们诸大臣除了议论纷纷，给朕添乱，我看是啥也不行，你们呢，那义务。随后苻坚结束会议，而把弟弟阳平公芙蓉留下来单独商议。没曾想芙蓉的反对更是强烈，他偏重于前秦自身的问题，劝谏天王，指出大秦已经连续作战多年，兵疲将倦，社会上已经有了淡敌之意。那些大臣们认为现在不能伐晋，其实都是对的，希望陛下能够采纳。苻坚听完更生气了，他勃然大怒，骂道：如果你也这么想，我还能跟谁说心里话？现在咱们有大军100万，军械物资堆积如山，就算我不是明君，至少也不是昏君吧？以我大秦连战连胜之威，进击垂亡之寇，到底有何不可？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是绝对不会把灭晋这个问题留到下一代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芙蓉也不顾君臣大义了，他不得不痛心疾首，泪流满面的给苻坚说出最难说出口的理由。芙蓉说：自古穷兵黥武，未有不亡，您这样做是想眼睁睁的看着大秦一战而亡吗？再说了，咱们的国家是蛮夷建立的，咱们的身体里流淌的是胡人的血，您就算一匡天下，天下人也不会把正朔归于我们的。接着芙蓉又进一步陈述了他内心的忧虑，说道：东晋不可伐，昭然若揭，但臣所忧虑的并不在此，而在国内。陛下宠于各类蛮夷，鲜卑人、羌人、羯人遍布京师附近，而我们的族人却都在万里之外。要是真的倾国出动去灭吴，一旦有封臣之变，大秦江山社稷恐怕不保啊！就算陛下认为我头脑愚钝，可当年王丞相天下奇才，陛下每每将他比作诸葛孔明，他临终前的话您竟然也忘了吗？作为后来人，看着芙蓉的话，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他全权之心。只可惜彼时的苻坚心意已决，他以帝王之威断然否决了芙蓉的建议，说道：帝王立术，岂有常理？唯有德者决之。朕视蛮夷为赤子，这是大德。你之所以不如我，就是在这个上面不知道变通。还有，当年刘禅也是大汉正统，但最终还不是被西晋所并。我告诉你，谁能并天下，谁就是正朔。我重用你，是让你来辅佐朕行天下事的，不是让你来给我挑毛病的。倘若连你都这样，朕还怎么治理朝臣百官？从上到下，从亲到友，全部都被苻坚骂了个遍。但为了阻止苻坚发动灭晋战争，朝臣们依旧在努力着。他们又请出了深受苻坚宠信、言听计从、出则同辇的大和尚道安师傅出面劝说。有一天，苻坚跟道安一起在花园里散步，苻坚非常兴奋地说：等朕一统天下之后，朕将与大师一起南游吴越，泛舟长江，不亦美乎？道安还是很有语言的艺术的，他委婉地说道：陛下应天遇事，居中土而治四维，何必栉风沐雨去那遥远的吴越呢？再说了，东南湿气太重，尧舜禹3代圣王都是在南方去世的，可见江南对帝王来说并不是好地方呀。苻坚听完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但是还是对道安很客气的坦诚说道：我不是觉得大秦地盘不够大，人不够多才发动战争，我只是想混一六合，以济苍生。上天生万民在世，又设君主来牧守，朕不敢散漫怠惰，违背天命。您方才说尧舜禹，可上古征战的之中，帝喾有雄权之意，尧军有丹水之师，这都是圣贤在江南的用兵典例啊。而且朕此行的目的是想行大义于天下，让那些在永嘉之乱后流离江南的人回到故乡，不是穷兵黥武。道安和尚自知无力劝阻，于是退而求其次，建议说道：如果势在必行，那天王可以在洛阳驻跸，总管六军，没有必要亲自涉足淮河长江。然而就连这条不让他亲征的意见，竟然也遭到了苻坚的拒绝。争论是如此之激烈，甚至连后宫也参加了进来。龇牙群芳、宠冠后宫的张夫人也找了个机会委婉劝谏苻坚，恳请苻坚多考虑群臣的建议。结果苻坚用军旅之事非妇人所欲也给堵了回去。又过了几天，前秦正式册封的太子苻弘，最受苻坚宠爱的小儿子苻显也来劝谏，结果又被苻坚以小孩子懂什么给一口回绝了。而且苻坚还不是单纯的是群臣的反对意见于不顾，而是试图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来理解自己的意图。有一天，他借着南游霸上的契机，再次晓谕群臣说：当年王丞相灭燕之时，
天象也不好，咱们还不是一举平定。秦始皇横扫六国，也不是全都因为六国君主昏庸才发兵的。轩辕皇帝那总算得上是上古圣贤了吧？不是也一样没听大家的意见而执意讨伐蚩尤吗？当年桓温北伐打到霸上，朕的皇考就是在这场战斗当中去世的。当时情况多危急，你们不是不知道。朕一想起此事，就觉得晋朝不得不灭。可你们今天却为什么如此执迷不悟呢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着曹操大败赤壁，仿佛这淮南古战场对于我们注定了凶多吉少。10几年前，我从关中踏上征途，开始了统一之战。关东、塞北、巴蜀、西域遂归于一统，王师所到之处，民众竭诚欢迎，真可谓占尽天时。那种勃勃生机、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。短短20年之后，这里竟摇身一变而成为我的葬身之地了吗？无论怎么讲，会战兵力是97万打8万，优势在我。就在群臣苦口婆心的劝谏苻坚，和苻坚语重心长的说服群臣的时候，两个大奸四忠、大诈四信、大奸极恶的小人慕容垂和姚苌开始逢君之恶，开始给苻坚编织看似美好，事实上却会吃人的美梦。慕容垂说：“陛下得过轩辕，功盖汤武，则披八表，远移宾服。臣认为，以大吞小，以强灭弱，以正义消灭不义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如今的大秦，上有明君运筹帷幄，下有良将胡旅100万，如果都这样了，还将韦晋和司马昌明留到下一代，那就真的是养庸为患，纵虎吃人了。”当年晋武帝灭吴，满朝上下也都是一片反对。武帝还不是只跟3两个人商量好就下定决心了吗？如果陛下还是被外面那些朝臣的意见所左右、所牵绊，那一统天下真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在与朝臣们旷日持久的争论当中，苻坚已经筋疲力尽了。他像一个不被认可的孩子一样，在众人反对的舆论口水中顾影自怜。如今慕容垂的一席话可算是给他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苻坚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找到了一个知心者，他欣喜异常地说道：“能与我定天下的人，就是爱卿你啊！”随后苻坚正式发布征兵令，规定老百姓中每10人征兵1人，各州公司马匹全部调作军用，再征召20岁以下的良家子做御林军，准备一举灭晋，扩清海内。至此，淝水之战终于要开打了。